大家好，欢迎回到交易之刃。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对市场进行分析和展望。交易之刃这个频道是一个小众的针对交易者的分享的频道。那么如果您有幸看到我们频道对您的交易有一定的帮助，请给我们点赞、分享、转发。我们在这里不会马后炮，也不会去预测市场的走势，而是分享对市场的观察和我自己对市场上的应对。好了，请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视频。大家好，今天日内做出了过山车行情，市场波动非常大，但是呢，关键的支撑全面贯破。我们呢预期市场将走出新的下跌波段。那么后续我们将如何去找一些买点和机会呢？请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好，大家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日线图。其实今天日内是走出了一个非常波动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行情。那么今天呢，我们之前给大家画的一些线，那么在这里面也都就是形成了一些支撑和阻力。那么后面该怎么做呢？我们跟大家来分析一下。首先看到日线上，我们先看到日线是非常大的一个波动在日线这个早晨的时候呢，也就是早盘的话，之前它是一个上涨的这段时间就是一个盘整，但早盘是一个小幅的上涨之后呢，走到了这个 FOMC meeting 的这个结果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暴跌之后5分钟直接就拉回来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5分钟拉回来之后形成大反包之后快速的又下来。那么今天整个日内呢，就是一个充分的煎鸡蛋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又涨又跌再跌，就是这种来回翻面折腾你的这么一个感受，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日线上你可能看不出它有什么，但实质上这个内容是做了一些过山车。那我们今天首先呢，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 FOMC 今天这个 meeting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么一个感觉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呢是这样的，首先这个 meeting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就有一个俄乌战争的更新，那么就是普京准备部分动员，那么意味着可以解读成他是为了后面的怎么说呢？后面的这个谈判做最后一搏，也有可能解读为困兽犹斗。但是呢，市场的反应其实是非常冷淡的，没有特别大的这么一个变化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美联储的今天讲法。它首先加息75个基点，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根本不用猜，为什么呢？如果你有时间去订一份《华尔街日报》，它里面会把这个《华尔街日报》的那个记者 Nick 基本就是美联储的喉舌了，他就会发表一些文章或者是一些消息，然后这些消息和文章呢透露出来之后，基本就告诉你了，这就是加75。加75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这里有个非常致命的，就是 GDP 今年明年这个 GDP 非常的弱非常弱，也就是市场上他们已经充分的预期经济受到很大的一个打击。然后呢，这里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你上这个出来了之后，大家可以关注到它的这个点阵图。这个点阵图其实是什么呢？这个点阵图其实是非常高的，给出了一个接近75点的这么一个点阵图。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里面的点阵图是非常高的一个彭博社上这个点阵图，就点阵图这里面已经是从4点多要涨到了一个明年要涨到 4.6 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个 4.6 几的一个状态，平均的一个状态其实是非常高的，远超过预期的一个点阵图，意味着不仅他们要加息，而且他们不会在2023年开始降息，那么意味着他们要继续坚持加，使劲加因为什么呢？要把通胀打到 2% 以下。那么是否要牺牲经济呢？那几乎就是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明显告诉你了这个经济呢我们是不要了，就是一定要使劲加。所以这个地方对市场中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打击这个非常大的打击。所以这是第一个出来了一个数据，对市场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打击。然后呢，它又 update 什么呢？你看 forecast show unemployment rising to 4.4% by the end of the next year same end of 2024 up from 3.9 和 4.1
也就是意味着它要对失业率的容忍有了一个更高的预期值，这是一个失业率的一个容忍又进行了一个提高，也就是说市场上关键的几个数据在今天出来之后都是非常非常偏利空的，也就是市场将进一步的一个什么呢？一个缩紧进一步的一个缩紧。所以这几个数据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美联储的一个坚持坚持要把通胀打下去，坚持要把加息充分的让它放在你预期外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是我们先看到他讲的这些内容。那么回到他记者会以后呢，回到记者会以后，他其实有几个记者问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就问到了这个 MBS 还有一个问到了什么呢？关于这个你这个信息是滞后的该怎么办？那我们来看看这些信息对市场的影响。好，那另外呢，我们来到这个金石财经的这个数据，那其实那盘中为什么会说转涨呢？转涨呢，他一讲话就转涨了呢？一个呢是他这里讲到了这些就业势头工资增长然后呢正在调整到足够限制增长的这个水平调整政策。那么还是这个老调常谈，但是他也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什么点呢？就是说加息的速度取决于未来的数据在某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放弃，就是说放慢加息的这个速度。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偏鸽派的这么一个言论，那又把这个市场又拉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后面又说不要早降息然后说的基本上内容没有太多我觉得特别多的新意。然后但是他会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短期内呢不会抛售这个 MBS， 就是房地产抵押证券。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意外的一个消息，但是整体上来说最后下来之后那么还是不断的强调不断的一遍一遍的强调，认为说走软的劳动力市场，我们缓慢的经济增长包括更高的利率，其实都是对劳动力不利，尤其是通胀对底层生活的劳动者非常不利。所以呢，这个美元是不会说谎的。也就是如果你看不清楚市场走的怎么回事，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汇率市场往往比这个equity 和这个债市要敏感。那我们看 DXY 今天直接就是喷出了那我们看1分钟图1分钟图也是先是出来之后马上进行下跌。大家注意，出来了这个纪要以后，美元纪要出来了以后就是说这开会吧，咱们不知道纪要了，开会1点钟之前，大家看这点是几点？就是3点52就开始涨了。那其实是已经汇率市场其实是有些变动，然后拉起来了以后，马上在什么2点多就开始又下来了，下来之后又拉回来。那么美元在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比较强震的表现那美元这个地方一般来说不说谎。那我们再回到美股市场上看指数，指数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日线图指数上我们来看一下日线图。那么日线上今天这一走，那意味着我们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就已经完全的破坏了。什么叫完全破坏？就是你有一个测试，你不光是想你看这个地方，你看它这个位置上，它不光是说你要画出一条线了，关键是你要有 K 线来回来去对它进行一个测试。你这里来回来测试，今天又上攻来测试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又形成了一个失败。那么在这里形成盘整区的一个突破，那么我们短期内这个地方一定是非常弱的。那么回到5分钟和60分钟上，那5分钟上我今天给大家已经分析过很多次了，这个5分钟的这张图5分钟这张图呢，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多好分析的。那我还是这张图我再给大家看一遍而已。那么这个位置上下跌之后，5分钟这里盘整的时间非常长了，那么这个位置上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这个区间，就是这个盘整的这个结构一大了以后，我们其实这个位置上可上可下，但是呢，一旦盘整是个蓄力长了之后，一旦选择方向，那它这个力量就会比没有蓄力的大。那么这里呢，就是下跌就变成一段，然后盘整就是变成了一个第二段变成了一个第二段。那么我们来看5分钟这里是不是？那5分钟这里面这里上来是下来第一段之后，这里形成了第二段。那么今天这个位置就形成了一个
对这个箱体的一个突破，也就是向下跌破。那么这个位置上，咱们非常重要的3900这个位置，3900位置和非常重要的3830的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箱体的突破。那么这个突破就意味着新的趋势的一个开启。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反弹，比如拉起来之后，只要回不到这里，那么就会下跌。那么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趋势的形成。那尤其是明天如果出现一个跳空的低开，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概率，那么也会反作用于这个市场。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小时级别的图小时级别图。那么我们每次分析呢，就有朋友说多空都说了是一种废话大家其实想听的呢就是预测你看看这地儿该涨还是跌，你怎么看啊？我其实这里多啰嗦一句，大家知道为什么市场上赚钱的人那么少呢？是因为大部分人连最起码的交易素养都没有因为你都是靠预测靠猜。因为即使是我猜涨或者猜跌，我有一个充分的理由，那也不是100%的都要做好一个应对，就是我错了该怎么办。而在不同的行情中你要寻找的是找到一个最好的策略去应对这样的一个行情，这才是我们能找到在市场中夹缝中生存的这么一个基本的这么一个原理，或者说底层的方法论。好了，那我们废话少叙，我们继续这里面小时级别我们一直在画的一个图就是这一根线。那么这根线画到这里之后，其实是反复的向上去对它进行一个测试。那么这个位置上反复的测试以后，形成了一个，大家注意看，这里形成的是一个小型的新的箱体。那么这里形成新的箱体以后新的箱体以后，你看这个新的箱体以后它的一个突破如果你是一个空头，你的手的位置还是多少呢？就是这个3830的这个底线。那么只要3830这个位置不翻上去，形成破线翻的买点什么叫破线翻的买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翻上去了这个位置上翻上去了这儿你这个地方不是3830的吗？我这里快速的向上一个翻，然后翻上去，那么这个底部其实就做出来了，那么就是一个标准的破线翻或者破底翻。那我们这里不用二话不说，不管是一定是砍掉空头，马上进入做多那么这是一个。那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标准的突破，或者说这就是标准的跌破，那么想都不用想，那这里就是一个看空的一个 setup。 那么我们在上次跟大家讲的是说空头鼎盛不仅是我们看到了市场上做空的这个量这个 premium 也就是这个衍生品的量和我们看到一些 GEX 都是来到非常低，那市场上恐慌也距离非常恐慌来到了一步。那么事与愿违，因为在这个我们可以看GEX Q 的这个数据上，9月16号之后的一天，19号出现了非常大量的一个空头回补，所以昨天一看这个情况，就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我们预期之外。什么样预期之外呢？就是在空头9月19号大量的空头回补之后，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放巨量的大阳线。那么没有一个大阳线，空头回补的大阳线，那么意味着什么？空头回补，多头没进我们为什么在底部往往出现大家看这种情况，这是底部这个大阳线，这样之后后面也有一个阳线，大家这是爆了巨量这是一个4-5日后的一个阳线，形成了超强的底部的一个底分型那么这里方也有买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我空头要出的同时，我多头还会进场。我们当然也聊到了就像上地铁坐这个高峰时间的地铁一样，往往空头出的地方多头会进，但是在空头大幅跑路的情况下，多头还没有进，也就是它这里连一个光头大阳线都没有的，形成了一个小阳线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地方就对我们做多的这个机会来说就非常不利了。因为我们的交易系统就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顺势而为，现在顺势一定是空头是顺势，还有一种就是物极必反，我们等到一个极度恐慌的空头鼎盛达到非常高的情况下，它很容易形成一个反转，那么这个点能抓得非常好也可以。那么我们的买点无非就是等空头鼎盛的一个衰竭。但现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空头在这个地方非常聪明，大幅的什么呢？大幅的回收了它的空头的仓位，但是回收了以后却没有形成一个反转的走势。
反而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盘整区形成盘整区。那么这就对我们来说就叫做时间换空间。我们经常可以听说一个股票向上涨的过程中，它通过盘整来化解下跌。那么下跌趋势的股票或者股指，在这个时候也是通过盘整这种箱体的震荡来化解上涨的动能。所以这是上涨动能被瓦解了。所以我们这里呢就需要看到它一旦出方向，我们的预期就是这个方向就会比较强劲。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如果这个地方破线分挖上去，它的多头这个地方的下跌5分钟下跌，这就终结了这就是一个，我们就等待一个非常好的买点。什么意思？这个位置上一旦形成破线分，这是我们小概率的时间小概率事件，那么就是破线分。那么你这个位置上翻上去，那么我们等待一个买点而且这个箱体的突破也是一个加仓点。那么大概率的情况下是向下摊，它弹上去之后回不了这个箱体之后，后面还会有一个新的下跌。那么这个新的下跌就要什么呢？就要看它的下降的速度是否降低那么这个下降速度如果还出现一个加速，比如说很大下降，是很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下跌的过程中，你看这个下跌的过程中，之前这个地方 W 底抄底的，上面这儿有一些反弹，抄底可能不多但是这一块做多的很多人的仓位，如果要到这个地方再跌破的话，那么它这个地方就会形成多头的卖压。我们之前说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多头是空头的多头多头是空头的多头。什么意思？就是真正的巨大的下跌和卖压一定是多头的一个止损造成的，而不是我空头往下推能推下去的那么空头出现了轧空，那空头就是多头的空头，就是意味着空头越多，它一出现轧空，越出现这种大阳线。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是空头出现了大量的回补以后，这里面有大量的多头在这个位置上一旦被套住，他们要出去要跑。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所谓刀刀见骨的这样恐慌盘的出现。那么这种恐慌盘的出现就意味着我们将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买点，而这个买点大概率会在这个低点附近或者低点以下。那么意味着从3789到3636还有100个来点的位置上，将是一个如果下跌，它应该是一个快速的下杀。我们要的是快速下杀，买点的出现一定不是连续的小阴线，买点的出现一定是大阳线或者是大阴线。快速的下杀形成恐慌盘之后，再有多头入场来逼空，才能形成日线级别的反转。那么现在来说就是一个空头的格局那这个时候朋友说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您是个投资者，这里大量的公司和股票已经开始走出了一个离开段您可以找到非常好的优质资产进行一个资产的累积，因为如果你是拿长线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如果您这个位置上就是一个投机，或者是我们平常做交易做投机，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要耐心的去等待空头杀出来的这个恐慌行情，因为现在恐慌不够，市场恐慌不够，深度也没来到恐慌这个位置，我们还需要看到它有进一步的走势，进一步的表现，我们才能做出后面的一个更好的选择和策略。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分析。那么不管是后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下降的继续下降，那么是波段下降的这个走势，还是我们看到了后面的是一个破线翻的走势，它都会形成给我们做交易决策和非常容易做止损的位置。只有了止损的位置出现，你才有真正的交易决策的机会出现。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视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呢，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分享，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们的 Discord 的链接也在下面，大家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如果想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下面的 Teachable 的链接。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